大家好，今天来讲在那个苹果芯片上面的 Mac 使用 conf.ui 来运行 Flux 生成图片。首先我们看一下那个，直接看一下效果吧。这就是已经运行好的一个 conf.ui，然后运行的一个 LoRa，最后的那个一个效果。首先讲一下这个配置啊，推荐是内存是至少是24GB 的，32、36GB 的那更好，那甚至更大的内存那更好。16GB 的就是像那个 Mac mini M4，盖板其实也可以用，我这儿演示也就是用的这个M4那个 Mac mini。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我是先说在前面，就是说用这个16GB 的，在有些情况下，它那个用那个 swap 特别高，也就是说是它会那个疯狂的那个写磁盘，就是说的话，我们这儿看一看嘛，这儿的话都写了那个15.2个 TB，就我用了这么几天高强度的用，然后这个就是说已经是用了1%了，嗯，所以说的话就说是最好把内存搞大一点，它就不会频繁的那个写这个 swap，嗯，这样好一点。所以说这个16GB 的它虽然能跑，嗯，但是不推荐。好，我们那个废话不多说，然后首先是安装这个 Homebrew，用它这个命令复制到那个命令行里面执行就行了。然后打开命令行，我们那个安装这个 UV 啊，这个 UV 是一个 Python 的包管理器。这儿根据你的那个网速哈，看那个下载的速度，因为从那个 GitHub 上面下载的。接着我们去一个目录吧，这儿建一个那个叫 conf.ui 的目录，然后那个我们用那个 UV 建一个虚拟环境，UV VUNV Python 3.12。这儿也是需要下载一点东西的，可能要等一会儿。然后的话就装那个 PyTorch，PyTorch 下那个 Nightly 的版本就可以了。这可能要下一段时间，这个也是需要可能用代理下载比较快一点。接着我们那个克隆那个 conf.ui 的那个 Git 仓库啊。然后的话还需要装一点依赖啊，就刚刚那个下来的这个 requirements.txt，这个也要装一会儿。这个差不多装了1分钟吧。然后的话就直接跑它这个main.ui、main.py 测一测。这个加载有点久啊，可能加载了大概30多秒吧。然后的话，它这儿说是，让你去这个页面看一看。这就好了。然后说现在还是不能跑的哈，就是说还需要去下载一点模型。就我们这儿只是说把那个 conf.ui 装好了，那个接着我们就来搞那个 Flux 的模型。这儿看那个 conf.ui 的上面的 wiki 啊，它这给了很多种方法。我试了一下，那个第一种就是那个黑森林实验室原版的这个是，我那个16GB 的这个是跑不起来的，这个需要内存太大。那 conf.ui
给的这个 FP8的，然后在那个也是跑不起来。反正是报一个那个什么无法转换的错误。嗯、也就可能跟那个 PyTorch 的那个版本有关系。所以最后我用的是那个 City96的那个 GGUF 版本的。然后我们就拖到下面看吧。这个是他这儿的 wiki 怎么说的？要下好几个东西。首先是一个那个 Flux 的 GGUF 的模型哈。我们下这个 DV 模型的，不要下这个什么 Scalar 的，Scalar 这个效果比较差，就是用那个 DV 的就行了。其他的就按他的那个说的那样这样来做就行了。这里的话，这个点开看一看。好像是有好几个版本可以选择。选这个 Q5KM 吧，这个版本吧。然后这个 Flux GGUF 里面其实好像也还有好几个版本，我们打开看一看。我们就下这个一个下这个 Q4-1的就行了。如果说你想那个图片更好的话，但是这个需要内存更多，就用 Q8.0。我这儿演示的话就用这个 Q4-1就行了。好像生成的出来的图片也足够我需要了，然后这就看你自己。OK。然后这些文件都相应的文件都准备好了，然后我们就按他说的那个放到他那个相应的目录里面去。先把什么这个 clip 和那个什么 T5这个东西，这两个东西放在这个 clip 这里面。接着是那个什么 A1这个 A 这个放到这个 VAE 里面，放到这个 VAE 里面。最后是那个 Unity 这儿，把这个Flux 的这个模型放这儿了。OK， 这个可能要考那么几分钟。在那个拷贝的那过程当中，我们先在装这个 CompUI GGUF 的那个插件吧，先打这个项目。也是需要克隆它的这个仓库，然后装一点依赖就可以了。OK， 我们把刚才那个启动的这个服务器停了哈，然后进这个 CompUI 的目录下面，然后那个进这个 Custom Nodes，然后的话就是克隆这个。应该这样就对了，就相当于说是这是一个 customer 的，这儿挺快的。然后我们回去，这儿是那个一个虚拟环境的，然后 UV， 它这儿让那个装那个其实也是一些依赖 ，PIP install。Custom Nodes GGUF Commands .txt。OK， 估计这挺快的。OK， 那然后我们就是重新刚才把那个焖.py 启动起来，把那个服务器启动起来，应该就 OK 了。我们回到这儿啊，把它那个一个 workflow 下来啊。这个 workflow 这个文件下载好以后啊，我们就直接把这个页面打开，然后把这个东西拖进来就行了。OK， 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测一测。
它这儿这些参数需要调整呢，首先是这个 GUIF，根据你选择下载的这个那啥，这个也是，这个 AE 也是，这个的话就是选这个，这个选这个，然后的话我们那个来测试一下吧，先，这儿的话应该说就可以运行了，看会不会报错啊？那应该都是好的，应该是它的 Step 4就说是降噪，呃，4步，然后这个一般选个2、3、10吧。你要看效果的话，就是先选个4啊、8、16之类的。OK，然后我们这儿稍等一下吧。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还是比较占内存的，就是这一下就吃了15个内存。然后我这个 M3 Pro 的本子是那个36GB 的，所以说还 OK，就没有占这个 swap 对那个 SSD 没有压力。如果说是那个16GB 的本子，或者是那个 Mac mini 4的话，就那个盖板的，这个压力还挺大的。然后这儿都跑了一半了，我再说一些那些参数吧。这个就是宽度，这是1024，就这个宽度和高度越高的话，越大的话，这个耗的资源和那个内存，然后相应的时间也会比较那个多一点。这就看你自己。OK，测试下来的话，那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OK，接着我们就开始玩一些那个 LoRa 啊，LoRa 的话就是那个相当于，那个啥，反正你可把它理解为就是说它那个拿来做那个特定任务的，比如说这个什么四妹这个2B，然后这个就可以理解为就说是它那个是一个专门用2B 的一个照片训练出来的，然后，你就可以那个生成出来的图片就是用那个2B 这个风格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皮肤吧，这个是最简单、最容易理解的。OK，我们这儿需要把这2个 LoRa 文件的话，就是说要放到这边来，这个 model LoRa 这边来，然后拷贝过来以后的话，是等会儿需要刷新一下这个页面，不然的话它这儿不会出现的，我们就直接那个刷新一下页面吧。OK，然后的话就是说，这儿的话应该就是会有了，对吧？我们测一下这个四妹的吧，先。OK，这儿的话就是你其实也挺傻瓜的，就只需要根据这个颜色，其实大概都能推断出怎么搞。就这个紫色的这儿，把它连到这儿来，然后这个连到这里来，这个 clip 连到这儿，然后这个把它连回去，这个我看一看，连到这儿来。OK，这好像是，我看看，好像连错了。哦，应该是对的，就是这样，就是那个 model 到这边来，然后这边最后到 model，然后这个 clip 到这儿来了。我们改一下这个提示词吧，因为这个是针对美女的啊。我们这儿改一下那个提示词吧，就反正这儿要用英语哈。Beautiful woman 就应该差。其实这儿提示词的话，就是说尽量那个，详细一点，那个对那个 Flash 是比较好的。就我们这儿是测试，就随便写一点就行了。OK，4步的话看一下效果就行了。OK，等等。就这儿这个已经完成了啊。就是说这个因为是4步的话，效果比较差一点。然后刚才其实占用内存也挺大的，因为这个是1024，你可以根据自己需要调整一下这个图片的高宽。
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其他的那个 LoRa 吧，甚至说你也可以那个混搭 LoRa，因为这个篇幅的原因啊，这个今天这个视频都有十几分钟了，然后就简化一下，再演示一两个那个效果吧。这儿那个效果一般哈，反正的话也就是演示嘛，然后我这些提示词这些也没怎么写。OK，就你可以去网上就谷歌搜索一些那个 LoRa，反正按你的喜好去搜索嘛，然后把这些 LoRa 的话就是可以混搭，嗯、然后再输那个相应的那个提示词，步数的话一般是至少20以上吧，宽度，嗯，高度这些自己那个根据经验自己来调整啊。然后今天差不多就这样啊，演示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观看。